YouTuber BPW 学习日志的 BPW 老师上台来为大家分享，让我们掌声有请老师。这边一点 ，OK， 可以开始。好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BPW Study， 今天是频道百片难得一见的外景场景。那今天呢，我很幸运，我受到了 Apple Taiwan Studio A 还有 GoodNotes 的邀请，我要来参加这场 iPad 笔记的记者会。那在今天这场记者会呢，我就会来向大家分享我这几年做 iPad 笔记的心得，然后还有我做 GoodNotes 的一些小技巧。对，那我接下来在记者会结束之后呢，我会在9月到12月之间，在全台湾的北中南会有3场 iPad 的巡回演讲，所以大家有兴趣就可以来参加啦。那现在时间是11点30分，那我们现在要来进行记者会的彩排，那我们就事不宜迟，马上进入我们的记者会会场吧。那种很低廉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找他嘛，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比自己拍自己来的好一点。因为有时候走在外面，你要拿着脚架这样子，我觉得有点尴尬，就是会稍微。哦 ，OK， 那我之后就跟你学习一下。像是拍照还是录影？画面上，我们可以自由的在我们的斜上角来自由移动，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墙面上。那上来之后呢，会有要有闭麦，还是你知道这是 OK， 有别了，好，有别的 OK。那上来之后，我们就会邀请 BPW 为大家先简单的自我介绍。OK， 然后依序往下。就会是到李迎宾老师，然后接下来最后是老师要先上场。对，然后老师一样上来，简单介绍一下，然后就会对，老师您上来会简单先自我介绍一下。你在这个位置。这样讲，展览从8月17号到12月31号，我们上面的文字介绍影片都能不受时空的反复观看。再一次提醒。那在这重要的活动难得的场合，我们也要来欢迎我们今天莅临现场的与会贵宾。首先，让我们欢迎的是 Straight A 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傅志芳副总经理，欢迎您。紧接着，让我们欢迎 Apple 大中华区 iPad 产品经理Michelle Liu，欢迎您，欢迎。紧接着欢迎 GoodNotes 高级产品经理叶俊廷，叶产品经理，欢迎您。紧接着，让我们欢迎 Versity 创办人古建华创办人，欢迎。紧接着，让我们欢迎 Penovo 经理陈泰友陈经理，欢迎您，欢迎。以及我们的笔记达人 BPW 老师，欢迎您。林英斌老师，欢迎您。Kitty 老师，欢迎您。非常欢迎各位嘉宾莅临我们今天现场，一同的来共襄盛举。那么在开始前，我们也要邀请我们的主办单位 Straight A 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傅志芳副总经理上台为我们致辞，掌声有请。各位贵宾以及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今天非常高兴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好笔记给你省助力的这个活动。那谢谢今天大家的参与，谢谢。我们再掌声，谢谢副总经理的支持。邀请到的是我们经营 YouTuber BPW 学习日志的 BPW 老师上台来为大家分享，让我们掌声有请老师。老师有请，欢迎您。
老师是如何从纸本转到数位笔记来对学习上有帮助？我们先邀请老师来进行自我介绍。Hello， 大家好，我是 BPW。那我现在是就读台大的农经系，然后双主修生工系、辅系生传系。那我最近呢刚考上了台大的研究所，所以我要继续就读。对，那今天呢很高兴可以收到 Studio A、Straight A、Good Notes 还有 Apple 等等合作伙伴的邀请，然后来参加这次的记者会。对，那我首先跟大家简单来讲一下，就是我为什么会使用 iPad 的故事。对，那其实我会使用 iPad 的原因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的话是受到我高中的化学老师的影响。对，就是我高中的化学老师，他很酷，就是他每次上课来学校的时候，他都是只带着一台 iPad 来上课，然后从来没有带过任何的讲义，从学期一开始到学期末一直都是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哇，这个老师他是不是上课可能没有很认真，所以都只带很轻的东西？结果后来上了他的课之后，我就发现完全突破我的视野。对，他的笔记就是相较于，比如说你在黑板上面写字啊，黑板上面写字可能老师光要画一个，比如说量杯或是烧杯的图，他就要花很多时间去画好。对，但是如果你去结合到 iPad 的一些笔记软体，比如像是 Good Notes 啊，或是其他的软体，其实它可以直接去复制贴上图片，然后去帮你做出很缤纷、很色彩的笔记。所以我在高中的那时候，就是对了数位笔记有一个全新的视野。对，那后来呢，就是到我高3的时候，我要去准备学测，我要去准备考试。对，那我那时候就开始去整理我高中3年的笔记。后来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我高中3年累积起来的笔记，居然有高达5公斤的重量，然后还不包含复习讲义啊、一些课本等等的加起来，那加重起来可能都已经快30-40公斤。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家里是住淡水，然后我的高中在内湖，所以我就要每天从淡水到内湖这样子通勤。我那时候就看到说，哇，我的笔记这么多，那我到底要怎么带去学校，或是把它带回家？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干脆还是自己在家里念书就好了。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到一个方法，说，那其实我们可以好好善用我们每天手边用到的工具嘛。像我一开始会接触数位笔记，其实我高中的时候还没有购买 iPad， 对，那我是使用我的 iPhone，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自己去虾皮上面花了799元买了一支触控笔，我就用我的 iPhone 加上 Good Notes， 然后来做我的数位笔记。对，我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用那一台小小的 iPhone 来做笔记。然后后来呢，我就是可以在每天在捷运上的时候，我就掏出我的 iPhone， 掏出我的 iPad， 然后来复习我的笔记，相当的快速。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高中会一开始会接触数位笔记的原因。理解。所以我们从纸本转为数位，其实我们都知道，通过 iPad 搭配 Apple Pencil， 其实它是一个无痛转移的，它无论是笔触或笔锋，其实都是非常的逼真。那其实我很想去询问老师，就您说您在纸本的转为数位笔记之后，你在学习上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帮助，或者是一些助力的地方？对，就是这边我想要套用就是 Steve Jobs 讲过的一句话，就是他说，就是当一个革命性的产品出现的时候，这世界上所有人都会跟着改变。对，那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在 iPad 笔记之下的受益者。对，因为其实我一开始高中成绩就是我觉得只能说算中等，就可能大概40%-50%之间。对，但是我后来接触到数位笔记的时候，我就是全新的改变我的读书方法。因为像我可以运用 Good Notes 里面很多的功能，比如说 Good Notes 里面有搜寻功能，那我们平常可能要去找我们笔记的时候，你还要先去找说，这是哪一个科目的笔记本，然后我还要找到，我是1年级、2年级还是3年级的笔记。对，那找到之后，我还要再去翻说，我要找到哪一个章节。对，但是像我用了数位笔记，用了 Good Notes 之后，我就可以很快速的用搜寻功能，然后搜寻之后，我就可以马上找到我要的观念跟我要的答案在哪里。对，所以未来在我不管在学习的时候，其实我只要有任何的问题，我就可以马上透过 Good Notes， 然后我自己的笔记去做解决。对，所以其实我在高3下之后，我的成绩就从原本可能40几%，然后一直到就是学校的前10%，然后也顺利考上台大。所以我自己就很高兴，就是我有了这个全新的读书方法。所以后来呢，我就进到大1之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可以把我这个用 Good Notes 的心得，就是拍成 YouTube 分享给大家，希望可以让更多人都知道说，原来 Good Notes 跟 iPad 是这么好用的笔记软体。对，那很幸运的，我这部 Good Notes 的影片目前还是华语地区 YouTube 观看最高的影片。对，所以也很高兴，就是今天能到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 iPad 笔记的心得。哇，是，就像老师所说的，其实我们知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资质不好，也不是准备不够，而是我们没有选对工具。所以其实工具选对了，无论是学习或教学或使用上，其实都会是非常顺利，也让我们老师可以顺利考上台大，读研究所，也成为他的影片，成为华语地区点阅率最高的一个影片，非常的厉害哦。但听到这个您的这个笔记是现在点阅率这么高，其实也很好奇，老师能不能针对这次展览，你总共有3个作品去收录，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在数位笔记上实际具体操作的2到3个小技巧来跟大家展示一下？好的，没问题。那今天就准备 iPad，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实际展演一下，就是我的数位笔记如何操作的。
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讲到比较一般的笔记好了，就是比如这个是我的环境自然经济学的笔记。那我在 Google Notes 做笔记的时候，其实我会很注重一件事情，就是我读完之后，我写完笔记之后，我一定会想要复习啊。如果我的笔记写得太乱或者太丑的话，我根本不会想要去看它。所以我一开始会很重视我在笔记的配色。像是我的标题，我就会使用 Google Notes 的形状工具，然后就是画了一个图形在这上面。那我这边也可以实际 demo 一次给大家看。我就是会直接这样子用形状工具画起来，然后长按之后，大家可以发现 Google Notes 它这边就会自动去帮你着色。那你当然是可以去自动去更换它的颜色嘛。比如说我们想要用红色，像这样子的感觉，那我们就可以自由的去做切换。对，那再来的话就是在笔记后面的标题，我会分成大标题、次标题、子标题。对，那我就是分别会用到 Google Notes 它的荧光笔。那我荧光笔的话，它这边有支援了一个叫做画成直线的功能，所以其实非常方便。你平常在使用荧光笔的时候，你就只需要这样子画一下，它就会自动帮你变成直线。对，所以这样子就是非常的方便。那我就会先按照绿色、蓝色、黄色、橘色这样子的顺序去编排下去。然后在大家下面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一些像是图形，比如说像是树状图的话，我也是使用 Google Notes 的形状工具，我就会画一个公字号，这样子画出来之后长按，它就会变成这个形状工具的样子。对，然后在下面经济学图形的话，我觉得也是相当好用，因为 Google Notes 它不只支援画直线的功能，它甚至连一些函数啊，比如说你要画曲线、2次曲线、3次曲线，它都是可以进行撰写的，而且你可以运用到它的复制贴上的功能，比如说我们这样子使用套索工具，然后去圈起来，然后你只要点击拷贝，然后我们到这边长按之后按贴上。那其实你就可以复制一个图片，然后再按照这边的东西去修改。所以，就你平常在做笔记的时候，你就不用每个图都要重新画一次。你其实可以以一个模板为基底，然后去一直重复撰写，然后把它做复制贴上的动作。然后像这边里面的话，就可以运用到它的着色功能。比如说我们今天想要去画这个三角形，那我们这样子画完之后，然后我们长按之后，它就会变成一个三角形的形状在里面。对，那如果你不想要留下绿色这个边框的话，很简单，你只要去点击上一步，它就会只留下中间只着色的地方。所以我真的觉得 Google Notes 很多功能都非常的神奇。对，那在第二个范例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比如说我的考前复习的笔记。所以那考前复习的笔记，我就会用到一些就是图片的功能，比如说这个是老师上课讲到的一些简报，那我们其实就可以直接点击 Google Notes 这边的图片，然后它就可以去新增你项目当中的图片，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子点击进去，然后去加入到你的 Google Notes 当中。对，所以我觉得图片功能也是相当好用的。那在最后一个范例的话，我就要来介绍一下我的电子手账。对，那这个电子手账是完全我自己设计的。对，那我就是运用到就是 Apple 里面的 Keynote。Keynote 它里面其实你就可以去制作你的手账，那我就可以去制作，比如说像是我的年记事啊，然后月记事，还有周记事，那它这边都是可以完全自动去填写跟制作的。而且 Keynote 它这边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去设置超连结嘛，就像我们平常在使用 PowerPoint 的时候，它就会有超连结的功能。对，那你在使用超连结的时候，当你把这个档案汇入到 Google Notes 里面，它一样会支援这个超连结的功能。所以我示范给大家看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6月6号的日记本当中，那我想要跳到其他的月份，我就可以直接点击超连结。然后你看，我们这样按下去之后，你就可以到你想要的页面去撰写。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Apple 它在 Keynote 这块跟 Google Notes 它的超连结的整合度是非常的高，我就可以很自由的去转跳我各个页面，我就不用担心说我还要这样子，就是一页一页找说，今天是几月几号，我还要一直往下滑，我就可以很快速的找到我的笔记内容在哪里。对，那这边也顺便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就是我的手账是如何去制作的。对，那手账的话，我们可以先从我们的日历来看起。像是日历的话，我每天一开始我就会一早起床，我就会先写下我的每日目标是什么。对，就是我的 daily goal， 我就会写上去，然后我会去分成个人跟工作两种的每日目标。那写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开始撰写我们当天的行程。那撰写行程的话，我会按照不同颜色来区分，就是跟刚刚的方式是一样的。对，比如说
大家可以看到浅绿色的地方，就是跟我自己私人的行程比较有关，所以我就是把它归类成像这样子浅绿色。那如果是跟紫色有关的话，就是我目前可能正在上班、正在公司正在做的事情，那我就会把它用成紫色。对，那你这样子填写完你的时间轴之后呢，那你就可以在后面继续填写你的细项。然后我这边也有设计一个达标率，就是你可以写说，你今天这件事情做到了100%，或者做到了几%，你就可以把它写在上面。对，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每日统计，这个也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功能。那你其实就可以去调整说，你今天，比如说你今天工作了6个小时，那你就可以直接点击，然后就去调整。比如说，6小时，那我就是做了一个8宫格，你就可以自己这样子去调整你工作的时间。对，那我这个模板当然可以一直持续复制嘛。比如说，我就用套索工具这样子圈起来，然后我到了。就是比如说这一天有空白的模板，那我就可以继续的把它贴上去。对，那我这样子就是在每一天的时候，我都可以去规划说，我今天工作做了几小时，休息做了几小时，运动了几小时，我就可以很清楚的去分配，说我今天的时间分配是不是 OK 的。对，所以以上就是关于我这3个笔记的示范。对，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就是到我们的 iPad 线上笔记展览来参考。好，我们再一掌声，谢谢我们的老师学霸带来精彩的分享。其实看完之后，真的觉得哇，真的是把 iPad 搭配 Apple Pencil 使用的非常的好。再一次掌声，谢谢有请老师可以先回座。是啊，我们其实知道，在好的一个笔记工具对于学习上面是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今天的大合影，将此刻的感动刹那化为永恒。我们可以看向我们前方的摄影机，还有美女朋友，展示我们手上的 iPad， 露出我们帅气美丽的微笑，看向前方来准备，3、2、1。好，那我们也，是不是我们比个手势来比个赞好吗？比个赞。好，3、2、1。好，我们也看向我们右方的摄影机或手机。OK， 有吗？好，最后有没有什么画面漏拍、补拍的？我们看向前方 ，Hello， 看向前方的摄影机来准备，3、2、1。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莅临现场的所有贵宾，也有我们所有老师，感谢你们今天的参与，也感谢我们今天所有莅临现场的嘉宾伙伴。iPad 好笔记，给你神助力，数位笔记线上展圆满成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鹏，期待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好，我们今天 iPad 笔记的展览的记者会结束了。对，那我接下来会在北中南有3场演讲，北部在国北教，中部在东海大学，还有南部的高雄师范大学。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直接到 iPad 的线上笔记展览去点击报名链接，对，那就可以听到我这几年使用的 iPad 心得。对，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记得按赞加分享，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最后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以获得更详细的资讯。好，张大友，好，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记得按赞加分享，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最后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以获得更详细的资讯。好，开始吗？好，我们啊。